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名徒孙？江灵儿的心底轻轻一叹，禁不住呻吟2声，略感头疼。但他知道，这徒孙是自家老二的机缘，自己今后也不必多担心老二，早日寻到老大的转世之身才是正理。江灵儿绕开了此地大城，赶往了天地大阵的出口，在一处仙岛路过一处写着天涯海角的石碑，就要化作红光朝着远处星空飞射。道友且慢！江灵儿脚下一晃，立刻做出一副警惕之姿。海面上有3道身影疾飞而来，左右2名龙首老者的气息锁定在了他的身上，让江灵儿面色一阵发白。这般威压，竟然是金仙。2位龙首老者侧身让开，一名面容清秀的龙族少年迈步向前，正是敖乙。敖乙打量了江灵儿2眼，对江灵儿的面容倒是没什么感觉，待看到如自己教主哥哥所说，身着板甲，板内钉钉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开口道：道友可是渡仙门李长寿之师祖？江灵儿一愣，满头雾水，但知道自己此时逃命都不可能。他沉声道：不错，你们是何人？2位长老收了威压。敖乙笑着做了一个道揖：东海龙宫敖乙，拜见前辈。一旁有龙首老者掐指推算，很快就对敖乙点了点头。江灵儿皱眉道：敢问尊驾？敖乙笑道：前辈不必紧张，我只是受长寿兄所请，在此地给前辈一封书信。言说中，一位龙首老者抬手将一支玉简推到江灵儿手中。敖乙又道：还有少许礼物，请前辈笑纳。另一位龙首老者取出了一只如意状的储物法宝，用仙力送到了江灵儿手中。随后敖乙做了一个道揖，言道：我事已了，这就与前辈告辞。那如意之中有我的一面令牌，若前辈遨游3000世界时遇难处，持此令牌寻我龙族驻兵之地，可借调3000兵马。前辈是长寿兄的师祖，便是我敖乙的长辈，还请不要推辞，务必收下。言罢，敖乙做了一个道揖，潇洒转身，与2位老龙驾云一同向西飞走。江灵儿立刻反应过来，他左右看了2眼，身形迅速离开这座仙岛，引入了天地之外的星空中。躲了一阵儿，江灵儿总算确定自己并未被人盯上，才将那如意炼化，朝里面看了一眼，那宝光竟然有些刺眼。江灵儿只觉道心轻颤，心底冒出了2句人教的粗话，同时他也看到了那一面金光闪闪的令牌：东海龙宫傲龙令。老二到底收了个什么徒弟？江灵儿竟然有些后背发凉，手指哆嗦了几下，又拿了那个玉简看了几眼，里面只有寥寥的几句话语。他横看竖看，那字里行间写满了保密2字，心底一时百感交集。与江灵儿送别的敖乙在云上含笑而归，李长寿只是让他过来送那几句话，敖乙却是自作主张加了一点私货。嘿嘿，就如同天庭最不缺的就是功德，他龙宫最不缺的就是宝物。孝敬教主哥哥师祖的那点东西，我2太子几年的零花钱罢了。敖乙正自高兴，心底却忽然有了些许感应，似乎是自己的神像正在被呼唤。2位长老。当下敖乙让长老扶着他继续前飞，心神挪移到了自己的一间小庙神像之上。而此时李长寿的一缕神念传来，在他的心底说了一句：看庙口那女子。敖乙愣了一下，借神像看了过去。庙外站着的那位女子，第一眼看去似乎就是一个凡人。她着着一身浅蓝色粗布长裙，身段也有些普通，不像是常见女练气士那般婀娜多姿，毫无赘肉。但任她再如何掩藏，她身周的那一缕玄妙晦涩的道韵，
还是深深地出卖了他高手的身份。这就是典型的不善伪装。又或者是更为高明的，你以为看破我伪装，实际却是浅层伪装的伪装。此前李长寿送走小师祖之后，便与师父师妹叮嘱几句，自顾自回了地下密室，继续炼制阵基，并钻研指道人神通改进之法。刚过一日，李长寿心生感应，感觉到了这一处南海海神庙有事发生，将心神投入到了这小庙中。这几年海神教正是多事之秋，李长寿既然主动拿起了这一份因果，也就不会对此多抱怨什么。背后有人，不必心慌。但是让李长寿奇怪的是，自己这一次的感应说不出是好是坏，没有凶兆，也没有吉兆，似乎是好坏参半，好事坏事齐登门。李长寿的神念降临这一处小庙，立刻发现了庙外那个不断徘徊的女子，感受到对方身上的道韵，断定此人绝非是普通金仙。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西方教，而且对方敢直接现身，应当不会是西方教暗中的那些利刃，应该是西方教明面上有名望的高手。且按李长寿推言，此时也该有西方教的高手找上门来，与他暗示龙族之事。若是西方圣人的弟子，又会是何人？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将敖乙的心神呼唤了过来。为了不让龙族有任何的起疑空间，李长寿此后无论是跟西方教何人见面，都会拉敖乙在场。教主，这人是谁？敖乙用神念交流问询。我也不知，但八成不是东面来人。此前大法有高人传授我一门神通，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化身出来。今日我这化身就先用在此地，与他相见，探一探他的深浅。义兄你且在一旁看着，若是我的化身遭遇不测，你便及时通知龙族高手前来应对。敖乙顿时答应了一声。教主小心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没有回答，心念缓缓地收走大半，似乎是察觉到了庙内主神像的神念在溜走。门外那位女子立刻向前迈出几步，闯进了海神庙的庙门。她迅速入内，略微有些着急，对着神像喊出了一句中气十足的粗犷女音：那海神还请留步，别小妇人有事相求。我这位大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句话能透露出这么多情报？不对，这应该是否极必反，故意如此漏洞百出，反而用来打消我的戒心。那我只能说，道友啊，你未免有些太小看我。这来路不明但是道韵吓人的女子，要么是一个极为不善伪装之人，要么就是心机深沉之辈。按李长寿的原则，他素来优先考虑最坏的可能，这怕是一个难缠的角色。李长寿的心底打定主意，保持着一缕神念在神像上，让那具已经确定是今后海神形象的指道人从安水城附近驾云赶来。那指道人的形象就是清瘦慈祥的老者，经常与东木公相见。这位小妇人快步来到主神像前，庙内的庙祝和几位香客此刻都有些好奇地打量着他，周遭这些凡人的眼神让他颇为难受。求人当真是遭罪啊！他心底暗叹了一声，皱着眉头看着海神像，像模像样的拱拱手，又是一阵沉吟。旁边的玉像倒是看着眼熟，但他来前打听了，这旁边的只是一个护法罢了，要找自然是要找这位正主了。他犹豫了一阵，总算是开口了，用一种充满了不确定的口吻问了一声：这个海神大人可否现身一见呢？
扑哧几声，一旁上香的香客顿时笑出声来。暗中观察的敖乙此刻也是被这个疑似西方教的大姐晃了一下龙腰。若是换作当年刚去金鳌岛拜师时的敖乙，此时定然已经闹出了一点动静，跟这个人正面对峙根本就不带怕的。但是如今的敖乙已非当年那莽撞之人，他学会了分析因果，学会了隐忍躲藏，暗中观察。那名身穿蓝色长布衣的老庙祝向前对这位女人拱拱手，笑道：这位小娘子，海神面前不可如此失礼。你若是想请海神显灵，最起码要上香跪拜，海神说不得真的会托梦于你。这女人眉头一皱：那如何使得？庙祝也皱眉：那如何使不得？罢了罢了，不问了，我跟你凡人一般见识什么？这位女子有些扫兴地摆摆手，转身朝着庙门而去，竟然走出了龙行虎步之姿。敖乙暗中眉头一挑，他突然察觉到这女子忘记隐去的那一丝道韵好生的熟悉。正此时，已经飞到了此地的指道人在空中看着下方的女子，传声道了句：道友，可是要寻贫道？李长寿看他要走，第一反应就是任由他离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但是对方既已现身，必有所图谋，自己若是放任他离开，心底也是不得安稳，故出声留人。下方的女子抬头看去，本以为头顶这位老者只是驾云路过，听闻此言便定睛一看，化身。他看向左右，正要说话，上方的指道人已经是驾云落了下来。几名香客顿时惊叹着向前围观，见了真神仙，却有些手足无措了。李长寿在袖中取一面木牌，对着那庙祝展示了一下。那庙祝精神一振，这指道人笑道：请这些教众退避，将庙门关上，你便在庙门外等候。小的遵命。庙祝低头应了一声，依言而行，将几位香客连哄带赶地请出了这座小庙，并将木门带上。李长寿挥手点出一道结界，这才转身对这位奇怪的女子做了一个道揖：让道友看笑话了，请殿中一叙。那女子下意识地背起手来，挺胸抬头，习惯性地拿起了腔调，但是随之她就发现自己此时的状态有些不妥，双手顿时有些无处安放。李长寿的心底却是不敢大意，暗自警醒，与这位女子一前一后入了殿内。就在海神向下，故意当着敖乙的面与之相谈。这位女子暗中掐指推算，根本就推算不出眼前这位化身的根脚。李长寿先开口，用慈祥的嗓音，略带缓慢的语调，缓声笑道：贫道便是此地的海神，这是贫道的一具化身，道友直言要与贫道相见，不知所谓何事。目光中带着恰到好处的戒备，又有着少许我这不过是化身也不怕你针对的底气。精致的伪装技巧啊！就听这人道：你这是化身，贫道这也是假的身形面容，彼此算是扯平了。不如你将真身开来，我也恢复本容，如何？李长寿听闻此言，心底暗道一句高明。对方看似只是随口说几句，却是暗藏讥讽，三两句话就点到了要害之处。虽然不排除对方是什么真性情之人的可能，但是这种修为，这种道运，在洪荒这种环境，李长寿宁可相信三清老爷不和是因为斗大神起了争执，也不愿意相信此人的话语只有表层的意思。李长寿缓声道：道友说笑了，若我真容便于世人，何必让神像都是如此模糊呢？
哟，也对，是贫道欠考虑了。道友不如变做个男子身形。李长寿又道：道友这口吻语气与女子相差太远，未免太别扭了一些。这个有吗？女子尴尬地笑着站起身来，只是一个转身，身周的仙光闪烁不停，直接变成了身材壮硕、面容威严的男人形象。他国字中正脸，蓄着黑胡须，狭长双目蕴着青光，所谓的天鹅饱满便是如他这般了。那股玄妙的道韵此刻也更明显了一些。这人抚须而笑，言道：罢了罢了，贫道就以真身现身，道友可认识贫道啊？言语中还带着几分期待之感。李长寿暗自皱眉，真身？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表情却如此自然，我李长寿甘拜下风，自愧不如矣。李长寿笑道：恕贫道孤陋寡闻，这个确实不识道友真身。你当真不认识我？这人皱眉道了句：贫道久居山中，不太在外走动，当真不识。那不就更好办了？这人双掌一拍，仰头大笑，心情大为舒畅，盘腿坐在蒲团上，语速都轻快了许多。哎，不认识的好，不认识啊，贫道就不算丢面皮。贫道今日前来，其实是想找海神讨教讨教，是如何这般迅速将一个小小的海神教发展到如今这般规模。实不相瞒，我教中有不少好友，也在五部洲各处设立了不少神教，但都扶不起来呀。便是强行立下了，香客也是寥寥，香火功德远不如你这里旺盛。我今天是替他们来问的，道友可否给个诀窍啊？贫道自不会白白讨教，若是道友答应了，我这自有宝物奉上，